这是一个周旋在3个女人之间的男人的故事。现实中跟我叫后康。Hello， 大家好，我是 Lucas， 这里是 Lucas 斯曼漫改剧《我的女神室友斗娜》原著漫画在讲些什么？马上来看。故事一开头明松大学大一新生元俊搬入了 share house 双层公寓，也就是在这里的女主角李斗娜和元俊同校，是比她大1岁的话剧电影系休学生，而她的真实身份是曾经当红女子偶像团体 Dream Suite 的主唱，但她却在1年前退出了演艺圈。这天元俊搬到这里，他看到斗娜站在门外抽着烟，原本元俊就觉得她有一点面熟，但他也没认出来。不过随后当他要外出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了这个人到底是谁，不小心直接喊出了一声李斗娜。接着斗娜就突然就像疯子一样，用拿着烟蒂的手一拳挥过来。他拿着烟蒂往他眉心一戳，元俊没有躲开，就这样愣住。他觉得这个人根本精神有问题吧，直接快闪走人。接着元俊就去赴约了。这天他要去见他暗恋已久的青梅竹马珍珠姐，同时也是元俊来到这一所大学的理由。他和珍珠姐吃了一顿饭，而且聊得非常愉快，还因为天气冷就把自己的围巾给了珍珠姐。但元俊这样做想必是别有用心而元俊回来后看到明明下着大雪，斗娜却还站在门前，似乎是站了很久。不过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站在这里其实就只是为了对元俊说，如果元俊敢对别人说关于他的事，那他一定会把他的头砸烂。而他对元俊一说完这句话就昏倒了。天哪，真的是疯女人。而在这之后，斗娜却突然对元俊态度大变，她不停主动出现在元俊面前。也太奇怪了吧。其实就只是因为他都没有朋友，想要跟元俊变熟。原本元俊还有一点不以为然，但在斗娜说他们住的那一间双层公寓1楼女生区共3间房的房间都是他租走的，元俊就开玩笑说哇，你好像很有钱突然就想跟你当好朋友了呢。其实没在开玩笑。所以李斗娜和元俊就这样正式成为了朋友。不过另一边青梅竹马珍珠姐这里她对元俊的心意似乎保持着沉默，因为她根本没碰那一条围巾，也没有打算马上见面还他，还一直闪躲不接受邀约。几天后元俊来参加系上开学派对，不过系上有个学长很爱搞事，他一看到元俊在跟斗娜讲电话，说什么要元俊介绍一下，元俊因为酒意不小心噗嗤一声，没想到直接被学长找茬。幸亏他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但电话那一头的斗娜却已经带着酒瓶前来。斗娜毒舌嘴炮学长好几句之后，学长还恼羞成怒。不过幸好最后斗娜和元俊没有惹出什么麻烦，顺利离开了。不过在这之后，元俊也知道了斗娜的个性非常火爆，另外也发现她大概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派对之后，他们在路边遇见了珍珠。珍珠一看到斗娜，一眼就认出她是谁了，直接喊出她的名字。没想到马上引来周遭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说那个人就是当初那个不知为何被退团的偶像。斗娜见状就转身离开了。而后知后觉的珍珠和元俊带着酒来到他们家，想要和斗娜道歉。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车回家了，而且他家管严，所以他希望可以来到这里住一晚。在珍珠喝醉的同时斗娜和元俊在外头聊天，聊一聊关于珍珠的事，才知道原来斗娜一直渴望有一个像是元俊和斗娜这样认识很久的朋友。而这天斗娜在找香烟的时候，元俊告诉她书柜那里有一盒烟，没想到他却突然把那个香烟全部倒到马桶里。露娜原来真的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在那天喝酒之后，这3个人变得常常在一起玩。有一天元俊说要和珍珠2个人去图书馆，但珍珠并没有答应。斗娜突然问元俊说，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珍珠不和他去图书馆吗？原来元俊其实一清二楚，珍珠并不想和元俊交往，但元俊一直都这样很小心的珍惜着这份关系，因为其实珍珠是他的初恋不过其实这时的斗娜和元俊他们2个人偶尔会这样谈谈自己的心事，也偶尔会牵牵手，表面上说是朋友的安慰或打气，但大概是自欺欺人吧，毕竟普通朋友才不会牵手而故事来到刚和男友分手的新的角色一洛这边，他为了让自己 move on 跑去参加了联谊，而刚好元俊也参加了这一场联谊。好笑的是斗娜还把元俊打扮成型男送去联谊，而元俊一来就吸引了一洛的目光。他们在好几场喝酒游戏之后进阶到要亲嘴部分，而就这么刚好一洛和元俊都输了。正当一洛要亲下去的时候，元俊突然大喊不可以。不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的初吻如果用在喝酒游戏实在是太浪费了，如果以后和别人提起一定显得自己非常逊。听到他这么一讲，大家突然哄堂大笑，觉得真的是好青涩好孩子气的烦恼。结束之后，元俊送一洛回家，接着又自己走回家了。
他回家又看到斗娜姐在门口抽着烟，却因为酒醉而开始耍白目，说什么自己今天玩得很开心，喝酒游戏还亲嘴什么什么之类的，还说什么好累，真羡慕休学的斗娜姐可以整天在家，真的是很白目耶。斗娜听到这些就感觉有点生气，就对元俊说他这样让他很想欺负他，所以就往元俊的嘴上碰了过去。隔天元俊深知自己前一晚白目，主动去道歉和好，不过也因为那一吻，空气中似乎开始令人感觉弥漫了淡淡的一点暧昧的氛围。但事实上，对斗娜来说，爱情其实并不值得一提，只是那种毫无意义的小事。隔天，元俊和珍珠两个人一起去读书后要去吃午餐。原本元俊觉得这一天和珍珠姐度过实在是太快乐了，但后来因为珍珠遇到朋友，还拉他们一起来吃午餐，元俊就这样不小心爆气说：“你就这么不想和我单独待在一起是不是？”事实上，珍珠其实对元俊这样吃醋蛮开心的。原来珍珠其实也很喜欢元俊，她根本就很想跟元俊告白，但她家管严，现在的处境不允许她这么做。她觉得自己既然没有办法跟异性交往，就不应该给他希望。但珍珠自己却又贪图元俊能够察觉她的心意，她希望元俊对她的心能够很久不变。所以这晚，她又找了元俊到校园情侣都会去的顶楼看了夜景。珍珠好像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说，但这却让元俊感到心烦意乱的。接着学 house 又多了新的成员伊罗，因为他在宿舍叫了外卖违规而被退宿，所以就这么巧搬来了这一间 share house。而元俊看到伊罗后，发现他态度怎么会这么冷淡，他才想到自己在联谊后都没有回人家讯息，哎呀，实在是非常尴尬，所以他邀请伊罗一起来喝酒，想说可以靠跟他喝酒之后话变多，好来继续打好关系，毕竟有什么疙瘩一起喝杯酒就解决了嘛。但没有想到元俊酒后吐真言，面对伊楼说了什么那一晚他喜欢姐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他想起的是联谊后那天斗娜亲他的事。不过斗娜在门外也听见了这句话，但伊楼其实因为听到元俊这样说而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在跟他告白，所以这也让他开始深陷到这份单恋的泥沼好几年。而这天晚上，斗娜溜去元俊家，躺在他的床上，还问他说我们俩要不要交往，撒鬼嘞，우리撒鬼嘞。然后元俊就回他，你疯了吗？真的是很好笑又很没有礼貌的回答。而这晚他们就这样睡着了，但元俊这晚其实心里想的是，为何珍珠姐那一天要带他去顶楼？而斗娜她是心里暗自想着，自己现在过的这样的生活，如果会被那个人瞧不起就好，而那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斗娜要这么想？让我们货币接着看。那天晚上之后，元俊开始越来越好奇斗娜的事，想说他到底是怎么会退团，然后只身一人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联系了他高中身为斗娜脑粉的大块头。大块头听到后当然是不相信斗娜在这里，但还是想说不看白不看，所以他还是跑来了 share house。他发现斗娜真的就住在这，没想到他就开始偷窥。而斗娜发现后当然是发飙骂爆他，因为他根本就踩到了他的底线。没想到大块头竟然还恼羞成怒，之后元俊就出面捍卫斗娜，心里也觉得抱歉，因为都是因为自己联系了大块头才会造成这件事。在他们把大块头赶走之后，斗娜还掉了眼泪，说着是自己错了吗？元俊让斗娜靠在他身上拍了拍他，实在是令人感到心疼。究竟斗娜是经历过什么样痛苦的过往，又遇过了多么疯狂的粉丝，才让他变成现在这样的呢？而元俊今天这样让斗娜感觉到他非常的温柔，还靠在元俊身上说了说他的优点，笑着说他这个人到底有多好，最后还说到了自己其实想和他约会啊。而自此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明确产生了变化，于是就迎来了他们暧昧的第一次约会。约会这一天是校庆，外貌亮眼的斗娜想当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元俊和斗娜来到学校逛得非常开心，还喝了不少酒。不料他们牵手走在路上开心的样子却被珍珠看见。其实这天原本是珍珠和元俊要一起当纠察队的日子，结果元俊说今天要和斗娜来学校晃晃，所以元俊这一天就请假一天。而珍珠看着他们走到舞台前，没想到斗娜因为校庆表演正在征求志愿者，就这样不知为何走上舞台，但斗娜上台却什么话也没说，场面一度尴尬。于是珍珠上台帮他用幽默和一点也不悦耳的歌声帮斗娜解围。斗娜一下台后就奔到元俊身上，回家后也好几天都没有踏出房门。之后元俊跑去关心斗娜，进到他房内，斗娜就直接贴过去把他压在门上。元俊发现自己是真的喜欢上了斗娜，按耐不住他们就深情一吻，差点天雷勾动地火。但当他看向斗娜的脸，他却突然察觉到其实根本就只有自己在害羞，
自己在行动。接着马上就冷静了下来，还提到珍珠帮忙解围这件事，但斗娜却一点也不感激，因此元俊就这样生气离开了。不过隔天，斗娜就跟元俊道歉和好。真是床头吵，床尾和啊！但渐渐的，应该是自尊心使然，元俊开始闪躲斗娜，还对斗娜说别做出超越友谊的举动，两个人当朋友就好。元俊讨厌只有自己小鹿乱撞，他不想要感情中像之前那样双方不对等的关系。但斗娜就跟元俊说了，两人不是说好要当朋友吗？那就不要完全避不见面啊。话说当时元俊从斗娜房门出来，被伊洛看到，又再度让他吓到，甚至他有一点。这天他在路边喝酒，巧遇元俊。伊洛装没事，说自己是为了避开他们，所以在外面喝酒。谁想要看到他们吵架，看到他们闹别扭，看到他们在那边闪。原来他们谈到元俊一直避开斗娜，而斗娜明显对元俊有意思的是，元俊表示虽然是自己要闪的，但自己却又不讨厌斗娜这样。哇，根本欲擒故纵吧，还给我乐在其中啊，这个坏家伙。不过伊洛真的是越陷越深，从上次误会元俊酒后是对他告白后，就晕得迷迷毛毛。就算朋友劝伊洛放弃这个人，伊洛却还是晕啊。总之，最近 Share House 的气氛变得有一点微妙。而就在这时，楼上3户男生的其中一位长发男说：“不如大家一起来烤肉吧。”不过到了大家开心烤肉的时候，斗娜突然拿出手机照片给大家看，大家直接突然飞奔往外冲去。原来最近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在偷拍斗娜。幸好超擅长跑步的元俊也马上抓来这个人，斗娜爆气说要揍他几拳，再砸烂他的头。说实在，大家是有一点吓到，但元俊大概能理解斗娜的心情。他告诉斗娜就照他想做的做吧，但最后他还是没有动手就进门了。不过珍珠却迅速把酒瓶砸在离偷拍狂的头上没有几公分的墙，再说了几句恐吓威胁的话来帮斗娜出气。之后他们一起讨论了解决办法，并由元俊去告诉斗娜。元俊温柔地关心他，一一告诉他他们帮他想的各种解决方法，仿佛当初那个友谊的界限又要被打破。斗娜往前亲了亲元俊，因为从来没有人帮斗娜解决这种事，没有人告诉他他可以照他想做的做，他们就只是叫他忍。所以在告诉斗娜各种解决办法 AKA 各种威胁偷拍狂的方法，斗娜感觉到非常的感激。而在这之后他竟然对元俊偶尔也会感到脸红，感到害羞了。而在暑假正要开始时，珍珠住了进来，这栋房的6个人终于住满了，其中包括斗娜、伊洛、珍珠、元俊、长发男，还有一个仔仔。不过珍珠怎么会搬到这呢？原来其实他家管严到不行，和父母关系不好，爸爸是公知狂，只要女儿还是学生就和异性去交往的话，直接就会被赏巴掌那种，所以珍珠她才离家出走。而同时这阵子伊洛还去了趟釜山练艺，但没有想到又遇到了元俊。之后因为各种交通原因，两人也只好半夜一起搭客运回到首尔。元俊还怕斗娜会误会，巨细靡遗地告诉他两个人一起回来的理由，但斗娜就说着：“你家楼下住着我这种美女，你怎么可能跟其他人交往啊？”实在是非常有自信。不过两个人确实感情逐步升温，看来元俊的欲擒故纵也根本就没有坚持多久。想当然，两个人接着就开始撒糖，各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约会，还跑去喝蜂蜜玛格丽酒，看吃泡菜煎饼，实在是让人好羡慕啊！而在约会隔天，斗娜大宿醉，但她说她有一个很重要的约，所以就算她今天宿醉，就算外面还下着雨，她还是要去。原来斗娜这天是去见她之前偶像团体 Dream Sweet 的队长，不过她之前在这个偶像团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她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差劲的品性或者是不良的原因而被退团，就只是一次节目上和制作人发生了争执，而且其实是那个制作人在刁难她，所以她公司的市长便让她先短暂休息1年，避一下风波而已。而这天斗娜见到队长，队长看到她这副淋着雨又宿醉的狼狈模样就走人了，还留下一句随便你吧，想长胖就长胖，想睡就睡一整天，想谈恋爱就去谈恋爱吧。天哪，这完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吧。接着他们互道保重。总之这一天斗娜心情好到一个不行，天气景色总感觉整个世界特别的美好。斗娜回到家后见到元俊还唱起了歌，这一天就如魔法般梦幻，所以斗娜又亲了元俊，但他们差一点又被遗落目睹，幸好元俊反应快，马上往后一跳才没有被发现。总之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比暧昧还要更加暧昧了。
而这天，元俊因为妈妈生日回到老家，当晚他就接到了朵娜的告白电话。这通电话里，朵娜说着她摆脱偶像身份之后，有太多想要做的事了，像是和喜欢的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他也就像是暗示一样，告诉元俊各种他觉得不错的告白方式。而这份心意啊，真的非常明显，根本等同于告白。这时，元俊只要一想到朵娜喜欢他，他的心脏就忍不住跳个不停。不要停，不要停。而隔天，元俊因为花了钱买妈妈的生日礼物，所以没有什么钱，但又想和大家聚，想要出去玩，所以他约了大家来青年公园野餐。哇，这个野餐，他们吃了看起来超好吃的饭卷，还玩了一些游戏后，晚上继续回到家里喝酒。喝了几轮后，酒不够，元俊自愿去帮大家买酒，而朵娜随后跟了上去。两个人在朵娜那一晚的电话之后，就已经气氛异常暧昧了，现在还讨论到谁要来先告白。不过最尴尬的来了，这天晚上啊，两个人在家门口接了吻，万没想到，却被珍珠在阳台上看到了。这一天就成了这6个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在珍珠目睹他们接吻之后，他知道元俊的心不会很久不变，所以他打算大方利落的处理这一段关系。他找来了元俊一起去看电影，两个人也度过了有一点快乐又有点心动的时光。毕竟元俊啊，喜欢了珍珠姐好几年了。珍珠这天还和元俊说自己是因为有苦衷才一直漠视元俊喜欢他这件事，更向元俊说了自己的心意。珍珠很明白的说了，如果元俊选择了别人，那他不可能还能够继续笑着和他做朋友。于是他们约了下一次烟火节见一面，珍珠要元俊到时候给他答案。想当然，下一次见面不是告白就是告别了。而对元俊来说，面前流着泪的珍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他感觉到鼻酸，感觉到心痛，仿佛他自己要在自己的心中硬是掐起这一辈子长久以来第一份强烈的感情。但他也烦恼着要如何做出选择，结果他竟然跑来找一罗讨论。元俊说的所谓我朋友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一罗真的好悲惨，他才知道原来他打从一开始就出局了。而他听着听着就哭着逃走。反观朵娜很理性，但也很温柔。元俊告诉朵娜这件事之后，他则是告诉她，叫她不要因为和自己的亲密接触就被牵着鼻子走，要真心的做出决定。简直佛系经营关系啊，把元俊玩弄在手掌心。来到烟火节这天，元俊一正要开口，就不知怎么的，眼泪就开始不停的滑落。他一直说着对不起，然后就开始大哭。珍珠故作正经，拉着元俊来到学校人文学院顶楼看烟火。在烟火绽放的同时，珍珠说着元俊真的很讨厌，他现在恨不得就把他推下了。两个人就开始在顶楼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边道歉一边说着谢谢的告别这一段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恋情。果然，爱情最重要的还是时机，就只能怪时机不对了。尽管他们曾经互相喜欢，现在却也必须和这一段关系告别。而这天，元俊喝醉后回到家，便在众人面前迷迷糊糊的和斗娜告白了。而斗娜也回答道：“我也喜欢你。”便亲了他一下。虽然没有盛大的告白，但这两个人也就这样平凡而甜蜜的开始了他们的恋情。后来啊，珍珠承认其实当时小庆自己上台就是要去气斗娜的，但斗娜说她之后会继续和珍珠保持联络，这都是因为斗娜很喜欢珍珠。斗娜很喜欢她的个性，不拖泥带水，直来直往，又正向又勇敢，而且当时偷拍广事件，珍珠还帮她出气，所以他们决定未来会当彼此要好的朋友。但元俊跟珍珠想当然就暂时都先不再联络了，而珍珠也为了未来的规划打算休学赚钱，所以就先搬了出去。在之后他们迎来了新的学期，这学期啊，斗娜复学就读1年级，结果他跟元俊两个人在学校也没有再低调。总之啊，元俊根本就是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气，怎么可以和斗娜走在校园呢？和斗娜走在校园完全就是羡煞众人。不过其实这正合斗娜的意，他就是想要谈一场全世界都知道的恋爱，好让那个人感到碍眼。不过大家可别忘了脑粉大块头菊秀珍。元俊一直害怕让他知道他和斗娜正在交往，因为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会杀了他。这一天刚开学，大家再度聚在一起。这栋公寓的第3位男生，也就是另外一位室友仔仔，想要打入这个圈子，他自以为是的告诉大块头他们两个正在交往，他当然是瞬间抓狂，所有人为此捏一把冷汗。
但斗娜为了袁俊霸气地说他们没有在交往，有的话也没必要跟大块头解释，而两个人就这样顺利度过一劫。过几天袁俊一如既往陪斗娜在家门外抽烟。袁俊想到第一次见面斗娜姐也是站在家门口抽着烟，他问她斗娜怎么总是站在这里呢？然后他就开始各种瞎猜，最后还笑笑地说还是你一直在等着某个人。但袁俊这时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他自己。不过此时斗娜眼神变得暗淡，说话变得冷漠，冷冷说了一声才不是这样，我们进门吧。没有想到吸烟的时候一不小心斗娜就把烟灰缸弄掉了下来，就这样摔了几道裂痕。进门后斗娜喝了点酒，觉得有点困，所以想待在袁俊房间睡了一下，但他却做了噩梦，梦到当初自己被市长安排到这里住，却从此被冷处理，渐渐断了联系的事。他流了眼泪之后醒来，袁俊坐在床边往前一靠，斗娜告诉袁俊他真的很喜欢他，还和他说了一声谢谢你。可是他真的很喜欢也很需要袁俊，但是这天晚上他们看似要开车，但车子却没开成。都是因为袁俊这个小菜鸡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接下来大篇幅的描述了袁俊买保险套的心情还有过程，相信各位有经验的话一定懂。一开始总是会遮遮掩掩，好像在干什么亏心事似的，心有戚戚焉。而这阵子斗娜开玩笑说她想要去夏威夷，能去的话她自己就会穿很辣很辣的比基尼，袁俊就开始想要各种存钱，真是血气方刚但这些两个人之间的甜蜜和情趣，一若看到当然很不是滋味。他不喜欢看到这些，更不喜欢会在意这些的自己。之前斗娜带袁俊来到他房间看比基尼，哇，这什么来我家看毛巾照吗？这时珍珠的姐姐珊瑚也出场了，她是在珍珠离开后搬了进来，但她又机车又龟毛，所以她看到斗娜房间外有男生拖鞋，就准备来找茬。幸好斗娜靠她专业的演技糊弄了过去，于是呢，他们终于度过了一个 happy 的一晚。好死不死，秀珍还是知道了斗娜和袁俊交往的事。这天，秀珍带着妈妈说要给袁俊的药酒来 share house， 但她根本就图谋不轨。她假装自己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顺利的进到了他们家。大家又再一次聚在一起喝酒，结果她却疯狂抖出袁俊不认识斗娜之前，因为大块头整天追星很烦，所以偶尔敷衍或者是乱讲的关于斗娜的坏话，像是什么唱歌很难听靠长相长得普普很大众但明明就不是真心的，却被大块头讲得好像煞有其事。结果斗娜就这样狂喝那一罐药酒，喝着喝着竟然就开始唱起了歌。接着他就开始酒后吐真言，说他有多讨厌大块头这个人，然后结果砰的一下，他就把酒瓶砸在大块头的鼻子上。哇，真是太痛快，这男的真的很讨厌。隔天斗娜说自己都是因为喝醉所以才会这样，于是他便跑去道歉。他们还列了一个大块头这个脑粉要遵守才可以继续出入这个家的条款，事情才正式落幕。不过话说斗娜的歌声是真的很难听吗？原来完全不是这样，她有着高超的技巧还有深厚的底子。那一天他喝醉的音量就吓到了众人，所以袁俊最近就有了一个很坏的兴趣，他开始喜欢听斗娜的歌，还会偷看她以前表演的影片。想不到斗娜甚至不会生气，还异常的害羞。哇，真的是很恶趣味。有人懂那种表演影片被好友拿来传阅分享的心情吗？总之斗娜这一次因为系上得做一个关于舞台的报告，所以她报名了校庆表演预赛。但她原本就只想唱国歌的，好让自己预赛就被刷下来，但她却不由自主大展身手唱了别的。可见这都是因为她那累积已久的表演欲无从安放。想当然，接下来就是斗娜去参加校庆表演，迷倒众生了。而校庆结束后，两人一同回家，遇到了房东。房东提到当初是市长帮斗娜付了房租，结果自己却忘了这件事，还跟斗娜也又收了一份房租，所以打算来跟斗娜要市长的联络资讯跟账户。而在一旁的袁俊听到，当然很好奇市长到底是谁了。袁俊就问了问斗娜市长到底是谁，斗娜就说他们之间没有再联络了，也没有必要解释。两人就因为这个而吵架了。隔天两人都认为自己有错，所以他们又再度马上和好。但殊不知斗娜告诉袁俊说，市长在出道之前就拉拔他们，所以他们整个团体跟他的关系就像是家人之类的，这些全部都是在说谎。时间来到数年后，袁俊和一洛这天约了见面，他们谈到了过往的事。一洛说道，接下来他就要回国了，还在联络大家可以相约聚一聚但一洛顿时语塞，仿佛提到什么不该提的。相信这时其实斗娜已经不在了，而即将回国的他想必是珍珠姐吧。
这一天，伊罗和元俊他们两个还玩了残酷二选一，一整年都是夏天，或者是一整年都是冬天。伊罗选了夏天，因为他说冬天有太多不好的回忆了。元俊却选了冬天，他说因为冬天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啊。伊罗就骂了他：“你这个笨蛋！”究竟这个冬天是怎样令人难过却又美好的回忆，实在是太让人感到好奇。不过让我先断在这里，接下来元俊和朵娜到底会发生多么心痛的故事，苦苦单恋的伊罗又会有怎样的结局，下集就让我全部告诉你。接下来请锁定卢克斯曼，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一回见。